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吴峥发言人、吴怡萱发言人、蓝轩小姐、叶元之委员、游淑慧议员、唐湘龙先生。川普还有11天就职啊，但是已经搞得天下大乱啊，全世界都为了他在那边呢，这个惴惴不安哈，不知道他会干嘛。他说要把巴拿马运河跟格陵兰呢，不排除武力取得。哇！恐怖！不是这干嘛用打的、啊？去抢占了、哈。所以呢，他开始还说，你格陵兰不够，我对你丹麦就给你高关税，那也就罢了嘛。高关税就丹麦到底有输美国多少东西哦？反正加高关税。现在不是了，哦，我不排除用武力取得，这是我的哦。那他在他的那个海湖庄园举行记者会。抛出4个震撼弹，啊，第一个呢，杜拜富豪会投资200亿美元，这没有什么了啊。第二个呢，他的第2任内不建设任何风电场，风力发电不建啊。再生能源呢太贵了，啊，我美国干嘛搞再生能源？对环境及鲸鱼有害，他什么时候关心过鲸鱼？所以因为这个风电场对鲸鱼有害，哦，所以呢不建啊。那我要开放。沿海地区的这个石油的探勘原来是禁止的，我正要开放啊。那另外呢，这个格陵兰跟巴拿马不排除军事或经济手段。另外呢，墨西哥湾应该改名叫做美国湾哦。那另外呢，他考虑透过经济手段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哦，是搞得加拿大也很尴尬啊，那个总理啊都要下台了，还党魁都要辞掉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华盛顿邮报说呢，对格陵兰动武等于攻击北约，你会让北约都垮了。不过川普本来对北约也没有什么在意啊，他那个时候前4年的时候，他对北约也是不假辞色啊。川普说啊，不排除武力夺取格陵兰。第一天讲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这讲什么？今天都纷纷出来表态了。法国说欧盟不会做事，那不会做事你要怎样打美国吗？啊，那另外呢，丹麦说格陵兰岛可能独立，但是呢不会成为美国的51州。哦，川普不要觊觎我们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呢，这不是好主意，要夺取格陵兰。那另外呢，波顿前国安顾问说呢，这个恐怕会合理化中俄扩张的行径。他们一方面说。川普为什么要夺格陵兰？一方面说呢，中国在那边觊觎，中俄都想染指格陵兰。第二个，格陵兰呢有稀有的金属。第三个，格陵兰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啊。那但是呢，你这是矛盾的。一方面呢，你说因为中国要染指格陵兰，但是你这样用武力来巧取豪夺，你跟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有什么不同？你跟这个北京一直说要用这个不放弃武力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呢，这个怕合理化。你现在讲的就叫民主啊，就不用武力去侵略别人啊，你怎么这样子呢？那说他要向中国发出强烈的讯号，哦，那另外呢，这个 CNN 说，川普考虑要宣布经济紧急状况，就是经济戒严的意思啦，哦，紧急状态，哦，他要一个 National Economic Emergency Declaration， 为什么呢？为了要新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计划来铺路，啊，因为你不能随便就提高关税啊。那这是我告诉你，我经济戒严啊，我经济戒严，我总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管我啊？美国已经面临着经济的这个恐慌了，很可怕的状况，说我必须要经济戒严了啊。那墨西哥的女总统说，什么改成美国湾？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应该把美国改名成墨西哥美洲。他把17世纪的地图拿出来给你看，当时美国就叫做墨西哥美洲，这美国来巧取豪夺，害死一堆这个土着啊，印第安人才然后强打我们墨西哥，把我们的什么加州啊、德州啊什么都抢走啊，才变这样啊。我们先看看他的要格陵兰他怎么吃掉。普又在记者会上老调重弹，甚至说不排除使用武力和贸易战，就是要买下格陵兰。Can you assure the world that as you try to get control of these areas, you are not going to use military or economic coercion? No.
But if they did do that, then I would tariff Denmark at a very high level. You look outside, you have China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 You have Russian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 美国在格陵兰已经拥有重要军事資產，包括一個太空部隊基地和導彈防禦雷達基地。Det deres land, vi taler om her, og det kun Grønland, der i mine øjne kan bestemme og definere Grønlands fremtid. I think in many ways, it's not a question of whether should we be American or Danish citizens. 来，向龙。川普的讲话，我们第一个要先理解，就是说，他就像在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喊出了大东亚共荣圈，那个口号是很简单，共荣。我今天对你们发动军事行动，是为了你们未来更好，跟我在一起你们会比较好，不要独立，跟我在一起。美国呢，现在无非就是一个大美洲共荣圈。他用点名的，将来会不会动手，早晚的问题。从一个时代意义来讲，我们过去读历史，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代已经过了，接下去是战国时代。春秋跟战国时代，如果你过去读历史，读中国史，春秋战国你分不太清楚，它不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问题，而是春秋的时代是有规矩的，战国时代没有规矩。战国时代呢，就基本上面大家各凭本事，靠拳头过日子。战国七雄一旦出现了之后，周围所有的小国家一个一个被消灭。只要你是小，你就是准备被吃掉，你就成为菜单上的 menu。吃完了之后，就是最后的战国七雄的火兵，最后呢寻求个大一统，过程一定很血腥。跟春秋五霸的时代，每一个霸的出现，周天子还坐在那里，可是呢，那个霸主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呢觉得这个要称霸的，他有没有那个呢道德分量？他有没有那个实力与原则？有道德有实力 ，OK， 我尊你为霸。所以呢，从齐桓公、宋襄公、楚庄王，然后你就看到呢一霸接一霸。可是到了战国时代，现在的世界，川普的时代告诉你，战国时代到了。春秋，你把它当作从联合国宪章1945年之后呢，是一个所谓现代的春秋时代。基本上面虽然也是强权政治，可是5个常任理事国，你把它当五霸吧，它基本上面是有规矩的。大家呢装模作样都还照着那个规矩，可是到战国时代就没有。地球上面联合国现在还有193个会员国，没有加入联合国的加起来总共202个，这里面的95%的国家呢，在未来都会消失，你相信吗？今天，如果你对一些中小型的国家，不要说呢太平洋当中啊、大西洋当中的岛国，如果你告诉我说地球上面一些次强权，你们将来都是准备在 menu 上面被吃掉的，你赶快呢决定你要不要呢？现在呢开始讨论一下你的命运如何，还有一点讨论的空间。川普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欧盟也好，现在的北约也好，那个思考跟对应都是莫名其妙的。川普当他决定不排除用武力呢去处理呢格陵兰问题的时候，北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北约是军事同盟啊，他对他自己军事同盟的盟友威胁使用武力，那还叫军事同盟吗？今天当他准备要用关税呢去处理呢加拿大的问题的时候，请问你，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经济同盟啊？当你要用的关税做手段呢去修理呢你的经济同盟的盟友的时候，请问经济同盟还有意义吗？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呢，就是两套，政治上面就是联合国，经济上面就是 WTO。川普告诉你说，不要跟我讲 WTO， 不要跟我讲联合国，所有联合国跟 WTO 所有的规则碰到美国都无效。所以呢，接下去呢，所有的国家呢，跟美国有军事同盟的北约就要开始想想看，他都已经威胁用武力去解决跟你的问题，那还叫军事同盟？还有北约吗？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吗？川普的这场的记者会新闻性是100分啦，但是在战略上面呢会彻底的失败。他摆出来的就是说，我现在在告诉你，不要觉得我开玩笑，不要敬酒不吃罚酒。今天呢，我要你跟你讲的时候呢，让你还有一点点可以回嘴的空间，说要买你的土地，说要跟你谈合并，那都还是给你面子。接下去呢，只会脸跟手段呢会越来越难看。那剩下的就只剩唯一呢讲对话的是 John Bolton。John Bolton 说呢，如果你美国可以这样子干的时候，请问你今天俄乌战争你还好意思，北约还好意思去挞伐俄罗斯吗？
接下去呢，在亚洲地区来讲，今天的解放军如果要对台湾动手的时候，你美国还有讲话的空间吗？如果附和美国的任何一个国家，你还有资格对于这个世界当中的战争、地缘冲突讲话指点吗？准备冲突的时代到了，像台湾这种根本在国际社会认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地方，你连讲话的机会都不会有。我在 Bolton 之前就讲了，第一时间川普出来，我在本节目就讲，我说哦，川普这样干，那北京打台湾话，那不是有正当性吗？俄罗斯也有正当性啊，你川普可以这样子干吗？那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如果美国派兵要去抢夺格陵兰，然后北约联盟也派兵去阻挡，然后在格陵兰打起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发生吗？不知道。但川普至少告诉你，最后我就是军事行动。之前我可能先搞你高关税，我反正用穷尽各种方法，你通通不肯给我的话呢，对不起，我就军事拿掉，看你怎样，好吧？那他的高关税到底怎样？什么叫做这个经济的这个紧急状况？我们看一下。根据 CNN 报道，4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正考虑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方便他向盟友以及对手全面征收大量关税。Under this law, known as IEPA, a president is allowed to regulate imports during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 先前川普曾扬言要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回击反呛。¿Por qué no le llamamos América Mexicana? Se oye bonito, ¿no? 川普近日再度提及要买下格陵兰，格陵兰再次重申自己绝不出售。Grønland er ikke til salg. Det har vi jo sagt alle sammen, og det kommer aldrig til salg. 川普甚至扬言不排除对格陵兰动武，引发国际关注。丹麦外长表示，丹麦因川普的言论陷入外交政策危机。欧洲各国一致认为边界不可侵犯。德国总理肖兹表示，无论大国小国，每个国家都必须遵守这点。我觉得现在已经面对到了一个整个国际的社会、国际的秩序这个全面性的瓦解、重写的一个时代了这个我觉得川普已经过去来说的话，美国站在一个所谓的民主联盟的老大哥的角度当中，他永远说他自己是民主的，对方是专制的，他自己是善的，对方是恶的，然后呢他自己呢是站在道德的高度的，别人呢是这个逞凶斗霸的，是一个流氓的。但当你发现美国的准总统在11天之后他就要上台了，他满口出来的话呢，就像一个大无赖一样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讲话狂妄到一个至极的程度，土豪劣绅。所以你就无法想象说这个到底现在要怎么样自处才好。你过去都拿着这个指着唐湘龙一直骂唐湘龙，就后来发现我跟唐湘龙差不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状况已经是完全这个比喻不太好，这个比喻很怪。好，但是这个比喻意思就是说呢，川普已经到了让人家匪夷所思，就你们没有办法再去形容川普，因为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讲了非常多的一些状况。你说今天肖兹为什么会站出来？今天这个法国的外交部长为什么会站出来？因为已经匪夷所思到了说，当他的枪口对准敌人的时候，看起来还有他所谓的盟友，但是当你把所有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内部的时候，所有的盟友转眼之间都成为了美国的对手。所以当他说他要用关税，当他说他要用这个甚至不排除武力的时候，你真的不晓得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所以你看这个一开始第一时间大家都有点吓傻了，我反而觉得这个墨西哥的女总统反应其实还蛮好的，她就以川普之道还治川普之身。你讲他无厘头，我就跟你还珠无厘头。你觉得这个叫做美国湾很好，那我觉得你这个墨西哥美国也挺好的所以但是问题在于说，嘴巴上面讲话是一回事了我觉得今天当美国就是说川普他已经不是第一任的时候的川普了，我觉得目前的问题在于说，第一任的川普他看起来呢，很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美国的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的国家机器当中所谓的深层政治里面的那些资源跟那些人该怎么用。那我觉得到了第二任的川普，他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该怎么样子去操弄也好，该怎么样去运用也好，他已经比过去来更娴熟。更重要的是，其实川普这一任已经是他最后一任了，在美国的法令的规定当中，他不可能再去参选了，所以他所有想要当总统想要做的事情，他都得要在这一任当中完成。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其实讲的话，我觉得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很多话听起来不能当真。但是在他第二任期讲的话，就是不能不当真因为他现在很可能他真的会超出你想象的，他去做到若干的，就是他对于目标，我认为他目标的达成，他的百分比可能性非常高，手段未必。你说真的要拿出武力说是去侵占格陵兰，
我是有点难以想象啦。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民主集权时代来临，就是一个重演一次殖民时代，不是吗？殖民时代就是我今天看你哪个地方，你的家里老婆漂亮，我就要你家老婆；我觉得你家的地很好，我就要你家的地；我觉得你的这种农产品很好，我就要你家的农产品，不是这个样子吗？今天川普就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嘴脸嘛啊，只是说他今天会不会用这个手段？这个手段，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对他的盟友来说，对于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如果你这样做。今天俄罗斯跟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能做？那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或许会收敛一点，但是我认为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全球包括他的盟友、包括他的对手都应该要绷紧神经，尤其是他讲到的有关于格陵兰跟这个巴拿马运河，还有呢中间讲到加拿大，其实加拿大跟格陵兰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在北极圈的部署，里面的矿产、里面的航道的利益、里面的战略部署，他冲的都是中国跟俄罗斯。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的话，我觉得川普现在也不过刚刚在开始暖身而已啦，11天之后大家就走着瞧了。川普其实早就这样想了，他只是第一任的时候没讲。你记得那时候第一任讲说他羡慕谁吗？羡慕普丁啊。对啊。他这个羡慕谁呢？羡慕习近平啊。他就羡慕他们，为什么？这些人可以，他不受控制，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心里非常想啊，在美国当个总统还有什么国会啊、大法官啊、媒体啊、CNN 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烦死了，你知道？所以呢，我爱怎么干，第二任的时候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德国、法国还来骂我，把你们都干掉。要告诉你们，你们都要靠我。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的地下的这个机场啊，军事机场就是嘉山，花莲的嘉山基地啊。那时候的想法是说，老共不会打东部，就会打西部，所以呢，老共一打西部的时候，我们西部的飞机通通飞到东部，躲在嘉山基地里面，等到这样伺机出来反攻啊。那当然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但是嘉山基地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了哈。那花莲的嘉山基地呢，居然被一个民间训练机误闯，一度还被认为是无人机来了。这东西牵涉到战管，战争这个军事的这个航空管理、民航管理，还有它这个飞机本身，这3个都犯错了，才让这个飞机下来。这飞机还要降落，本来呢是要重飞，因为高度不够。后来嘉山基地说不可以，它再飞走了哈。那所以空军被怀疑说你是在状况外啊。那空军说我们展开调查，那调查有什么用呢？当场就要制止吗？怎么事后调查呢？那这个空军司令部说已反映民航局协处厘清原因，他说这是民航局的责任。民航局说这怎么是民航局的责任？最后就变成说那个飞机的责任啊。那专家是说军方塔台太松懈了，怎么让个教练机器人？你塔台在搞什么鬼啊？你早就应该警告了啊。那退休的飞官说呢，哪天共军无人机长驱直入就麻烦了，你完全这个太松懈了嘛。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嘉山基地号称远东最大地下的空军基地，它跟花莲机场呢相隔3公里，不远了，因为花莲就是那附近嘛。然后呢，这个飞行其实1分钟就到了啊，所以也可能就是说被误闯的可能性很大。但你一看就知道不一样，这是军事基地的机堡啊等等跟那个花莲那个民用机场是很小的一个机场，因为我在花莲服过兵役，非常小的一个花莲机场那台海危机的时候呢，台湾被美国智库连8年列为第1级的风险区，但是可不可能发生战争呢？这是中等，不是最紧急的我们先看一下怎么误闯。航运日前不经意拍下民航教练机低空飞行，听起来见怪不怪，但这地点可是在空军的嘉山基地附近。事发机型就是安捷航空 DA-40单引擎教练机。1月5号早上放单飞的学员把嘉山基地误认为花莲机场跑道，差点降落，错过了转入花莲机场跑道的时间。然后等他把高度跟速度修正完之后，大概在700尺左右，发现好像是
看错了一个跑道。安捷航空承诺提出精进作为，这是该公司首度发生学员误认嘉山基地跑道情形。驾驶这架教练机的是一名越南籍学员，安捷强调外籍学员进训时都要查核背景。根据过去1年相处，学员只是单纯学飞，相信没这层疑虑。强调依据现行规定，中国大陆籍民众在台湾不得从事训练。外界这么紧张，是因为嘉山基地是空军的一座洞库基地，是战力保存的关键，被誉为全台最神秘基地。但面对民航机持续闯入嘉山基地净空，空军塔台为何似乎没掌握提前够紧要脱离？以空中管制而言，可能是假日及修跑道的关系，执行人员应该有所疏忽。空军表示已经在调查，并反映民航局协助处理厘清原因。同一时间，空军借由春节加强战备演训 ，IDF 紧急挂实弹起飞，展现应对共军决心。火控雷达保持监控，然后也不会做出逾矩的行为，就是不畏战，但是也不确底的原则，在空中执行这个任务。面对空军升高且多变的威胁，提高警觉不外乎为多一份安心。元志。他那个安捷航空，它是一个训练飞行员的一家公司嘛，然后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训练，就是单人开驾，以前都有教练啊，但是有一个训练你一定要是单人，所以他这次训练是从台东的机场飞到花莲机场。那个越南人他是第一次飞啦，一定很紧张啊，因为没有教练嘛。然后他应该就是说，因为本来是从台东到花莲是在海上，然后到海上之后，他们看到那个花莲港的时候，他就要弯进来。那理论上啊，你看到弯进来看到火车站的话，你要往北飞，那个就是花莲机场。但是他没有，他错过那个转弯，他就继续往里面，就看到嘉山机场。那两个其实很近嘛，大概2公里，就1分钟的事。3公里。对，所以实际上他在那个花莲港，那都还在海上的时候，会去跟花莲机场的塔台去请求降落。那花莲机场的塔台一定有同意他降落，可是他就是在那1分钟的时候呢，他就弄错地方，就跑到嘉山去。后来他应该是自己降到700公尺的时候，发现有错，所以再联络。然后本来他可能想要降落，但是塔台那个军方塔台不愿意嘛，就叫他重飞，那他就重飞走。但过程是这样。但当然我们比较好奇的是，这中间会不会难道不能够避免吗？比如说花莲的塔台，他会找他嘛？所以你不是说要降落，为什么我在花莲机场都没有看到你嘞？这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去找他？然后那在嘉山基地那边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下来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共军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失误，共军会长驱直入？我也不觉得啦。因为那个时候他从台东到花莲，他在海上，其实花莲机场是跟他都有保持联络的嘛，只是说他在那1分钟转错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不至于。可是因为既然嘉山基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航管我觉得还要改善，所以现在国防部是有要求说，这家公司的训练先暂停啊，先要再加强训练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大的是那个飞行员啊，就是那个越南的那个人的问题啦。那其次就是要检讨国防部的他的问题，不能再出现这种状况。不过这算越南人，但他说他自己发现的，他发现那个机场不对啦，所以呢，如果他没有发现，那到底怎样呢？他是不是就给你降落了呢？那降落要怎样呢？把它打下来吗？来，吴章。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国内的飞机在飞，它降落错机场了，所以当然现在空军跟民航局都要去检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疏失，然后怎么改进。但我觉得确实啦，就是现在面对国安的议题，其实我们需要政府所有单位真的格外绷紧神经，因为最近已经发生好几起，其实都是重大的国安事件，包含昨天新闻出来这一个检方也破获所谓这个富康联盟，哇，在台湾可能要去成立这样的一个武装的，等于是近似叛乱4大基地，对，可能是类似第5纵队啦，可能近似是叛乱部队了。那现在这个人 AIT 的，对，那这个人他可能先去做一些情搜了，但可能也为未来做准备。那现在已经被声压了嘛？那当然是一个很令人惊悚的新闻。那包含前阵子大家也很关注，中国货轮伪装成喀麦隆级的顺兴3-9号，那它在我们基隆外海这边一直绕。那后来我们的海底电缆就被破坏了，所以是不是这是一种中国的灰色地带的战术？其实现在也需要进一步调查。所以我想，其实这么多征兆不断的发生啊，确实我们的所有国安军方单位都需要格外绷紧神经。拿书会，我觉得就像刚刚这个民进党发言人说的，这几年的国军自己的军纪真的是状况百出了哈。这个问题不是只是怪那个越南籍的训练员，他紧张或是训练不良自己飞错那是一回事，那个跟我们的国安跟我们的军方没有关系，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哈。但是我们的这个空军的战管跟民航的航管都出现问题，都状况外，
这才是我们自己要去处理的。我们的民航航管为什么没有发现它飞错方向？我们的空军的这个军战管为什么没有发现我们最机密的佳山基地？那我起来回零机哈，莫名其妙的飞来了，这个才是问题。还是他自己发现说，我不会唔丢，我跟来照。如果他是被赶走的，那我们还可以说佳山基地有警觉，他怎么有一台飞机飞来了，然后把他赶走哦，那个你还有警觉心哈。今天居然还以为说，这是一台无人机，据说还以为说本来以为它是无人机，那个飞机的大小你还判读不出来吗？哈，那已经都飞到700英尺了。然后还是他自己发现说，怎么不一样？然后自己飞走。所以我们的空军的战管到底出了什么事哦？那我讲一个事情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军方的升迁到底是依什么来升迁呢？去年11月的时候，空军有一个高阶将领的升迁，赖清德任内啊。亲自授了一个这个上将啊，授接一个上将啊。这个上将是谁呢？这个上将是黄志伟啊，他本来是空军副司令啊，他本来已经要退役了啊，那赖清德把他升为2级上将。那这个人是谁呢？据传他就是去年总统大选前下令发布导弹空袭警报的人。看那个侯友宜立刻掉6个百分点。对啊，那是不是因为开国功臣空在党国？本来已经要退役了，因为如果他没有升上去中将他已经要退役了，年龄到了，可是因为升了上将，所以他又可以继续干，对，继续干是不是因为发布了这个警报把卫星升空变成导弹然后这个英文翻错了所以就可以英文不好，反而升了上将所以可以继续干。如果我们的空军因为这样子中将就可以升上将。也就不难去理解说我们的佳山基地被这个民航机这样子都没有发现的这个乌龙了。刚刚淑慧讲那个勾起我的回忆，那他说这个什么他导弹过来了一来以后呢，国民党内部的民调侯友宜就丢6个百分点，主要是在中南部那边掉了很多，北部还好。照理讲应该是怪这个军方说你怎么报错了呢？但是没有，选民不这样看，选民觉得哇又来了啊！尤其很多这个很担心的选民呢，立刻就觉得说这个不要支持侯友宜的，掉了6个百分点，掉很多啊！休息一下再回来。